别说那些没用的。理查德先生需要和您探讨一下具体的合作细节，你们需要派个人出来代表两江签字。我向您保证，速度会很快，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小兔崽子，咬人一口，入骨三分。顾平原，卑职在。既然事情无法挽回了，本督许你代理两江总督府的一切对外交涉，以及钱粮事务。两江的人力物力，听你调遣；两江的官员，随时候命。你来处理吧。We need to confirm your qualifications. 我们必须确认一下你们的资格。什么资格 What qualification？ Well, we are used to see Qing 我 officials 们历来习惯对面是大清的官 wearing peacock 员 feathers on their heads. 脑袋后面扎着孔雀毛。我想请问，祥和洋行属于贵国的政府机构吗？如果不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属于商业行为，那么他们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们朝廷的官员前来参加呢 As well， Can you represent Liang 你可以代表两江来签署合同吗？当然，我相信在我来之前，两江总督府的公文已经给到过你们。 Well, Chinese people are not that trustworthy. 他说中国人不守信用。我们的国家也绝对不会因为保护鸦片而开战，这就是两国的不同。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r country. 这些盐场盐铺的地契都没有问题。然后呢 This title deed for land is effective, and then We demand on getting all the shares. 他说他要求得到咱们两淮盐业的所有股份，这个有问题吗？盐业向来是朝廷公卖，难道在贵国，他们允许盐业由商人自由销售吗 Government all the time. Is that your country not? 万国公法，我还特地找人翻译了贵国的商业法。在贵国的法律中，凡是由政府专营专售的产业，政府天然拥有一定的股份。如果在这一点上他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公械来解决。 You don't agree with that, they will go to the court. Isn't that ironic? 他说， Talk about 在我们大 commercial 清 laws 谈商业 in your 法， Qing dynasty. 是不是有些太讽刺了？那就到他们国家谈。我相信这个官司打起来4、5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只怕到那个时候，他理查德先生还在不在现在祥和洋行的这个位置上，怕是也难说了。 Are you sure you will still? 到时候李清的那笔账，要是久久不能兑现，成了坏账， Leaching's money. 我会为他感到忧虑。 He is really worried about this for you. Our trading company believes that we have rights. 他说 to acquire property 我们 rights 祥和洋行认为，我们有权利去取夺我们的抵押物的产权，这一点上没有争议吧？没有争议，但是我想通过商人的角度来提醒他，一切的买卖都应该建立在自由、自愿的基础之上。如果用他现在的这种态度进入到大清商业，那完全就是个错误。他现在手中这些盐田的地契，我敢担保，等他看到以后会发现，只不过是一片平坦的石头，没有人会愿意为他工作。而所谓那些盐铺的房契，不过是一堆空房子，没有人愿意为他开店，他将一无所获。 The title deed of land. Oh, I have many ways to make my collateral profitable. 他说，他们有多种方式可以让他们的抵押物盈利。
他们可以卖给别的国家，或者可以卖给我们的朝廷。总之，在世界上，咱们中国人太爱面子，他们不相信我们可以依靠拖延来完成我们的商业目的。如果有大炮指着我家的大门口，我用任何方式都是无可指责的。If the cannon fits to our home, cannot be blamed for anything I do. Until the goal is reached, the cannons shall not be withdrawn. 没有达到目的之前，大炮是不会撤走的。Or maybe we can continue our negotiations in 1 month. 他说，或许1个月之后我们再过来洽谈，因为他知道，皇上和皇太后对你是有时限的。Maybe in 1 month, I shall be seeing your head on the city wall. 1个月之后，很可能他在城墙上看到您的脑袋。李靖，这样的话你也说啊？说得对，或许我们应该各退一步。如果李清把现在手中所有的盐田盐铺的契约都抵押了，你们也应该清楚，在原则上，他没有资格。要想得到全部的控制权，还需要再等些时日。我们之前曾有过一个赌约，赌的就是两淮盐业工会的盈利高，还是他李家盈利的更多。我记得这个赌约还有不到1月之期，其结果决定盐业归属。You are telling me that you want to compete with an 你 international 在 trade? 和一个国际的公司做商业竞争，你确定吗？当然，我需要保证真实有效的查账，合法竞争，共同确认结果。And confirm all the results together. I need a contract. 我们需要签署一份约定。你还有什么话想说？我现在落笔签字，明天就有人上京城抄你的家，威震天下的李家从此就没了。古先生，用不着提醒他。一个人要是铁了心的当汉奸，神仙也救不了他。我不要。汉奸的事麻烦了。大人啊，免礼。诸位，你们也都知道，这祥和洋行准备染指两淮的盐业，我委托古先生全权梳理两江的钱粮，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此事性命攸关，大伙儿都要小心啊！哪个装糊涂或是底下和洋人勾勾手指头，我拿他试问。哎，古先生，请上座吧。哎呀，请。啊，哎。
哎，来，快点，快！哎。诸位大人，其实我不说，你们心里也清楚，两淮盐业就是两江的经济命脉，不管在哪个商人手中，其实都是官府监管，但一旦落入到洋人的手里，那是要出大乱子。既然我们现在决定了要和洋人打一场仗，那我们就要全力以赴的备战。两江一带，物产最盛的就是蚕丝，我现在需要你们大量的收生丝啊。 鼓励民间生产，尤其是上好的丝绸绣品。我知道你们现在库存还有很多，但是我需要的量更大，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去收。拜托诸位了，你们把今年能收到的生丝，包括库存的丝绸，还有地方特产，都统计一个具体的量给我，越快越好。啊，书案都给大家备好了。 想不起来的、记不住数的，赶紧派人回去查一查。今天必须都给到我。去吧。起来吧，让我坐会儿。坐的好像还挺舒服的。我看你坐着，我胃疼。起来。 你要不坐那儿，总督大人头疼，他的身子好不了喽。行了，你闭嘴，你起来。哎，你等会儿，我问你，你要那么些丝干什么呀？啊？天机不可泄露。我还要见几个重要的客人，二位大人，先失陪。哎。 李先生，那么悠闲，你不会让我输给这个中国小子吧？你有火轮船，你可以把货卖到全世界去。东印度公司难道打不赢两江总督府吗？ 你觉得这个幸福的中国人能赢我吗？他也许会赢你，也许会赢我，但是他赢不了这艘船。 侯老太爷回来了，快请快请！这是这些年跟洋人做生意的账，你仔细的看一下。大家伙儿都听说了，你跟洋人叫板，要做生意打赢他们，你就说。 需要咱们做什么？咱们是要钱出钱，要人出人。是的，诸位，感谢的话不用多说了。我需要今年的春茶，从现在开始不能发往其他茶铺，特别是1级茶和2级茶，给我留住了，听我号令。好，大家伙都说好了啊，有熬不过日子的都来找我，切不可毁了大局。李兄，等你一天了。哎呦，这一路给我颠的，骨头都散架了。
快，上车坐着。哎，好嘞。我说我来接你，这一出门啊，看到这马车，哎，就觉得手痒痒。几十年没赶了，这一上手，还挺稳。怎么样，敢不敢坐？敢啊！你走稳一点啊。小子还挺挑。这样。 还记得王天贵吗？我怎么不记得？他无子无女，失踪以后只有几个债主子成天寻他。他的那些票号当铺，那就天晓得喽。天晓得。你知道财富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吗？它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它在大伙手里转圈儿，在谁那儿多待一阵，那是老天爷疼他。 这样，不是说我这兄弟在南京做大生意了吗？怎么回到咱们这儿，整得跟饿死鬼投胎似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你们啊，特别饿。我在金陵的时候，我都愁得吃不下。哎，吃了我们家这么多面条，什么时候告诉我常玉儿怀孕的事儿？啊，对啊，什么对啊？你是不是想等生了孩子之后才谢媒人啊？大奶奶，我错了，我还跟玉儿说呢，这孩子一出生啊，一定要认您做干娘。要不是您提点我那几句啊，我还不知道要糊涂到什么时候。这可是真话呀！当然是真的了，要不然我断饶不了你。坐吧。不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哦，我们派人送了点药去。什么都不知道，这老娘一走，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哎，行了，兄弟，讲正事儿吧。带了什么大买卖来？你可不知道这10天把我累的。我先是把湖州、金陵一带的私厂都跑了个遍，然后又去拜访了安徽的茶商会。从你们这儿走以后，我还要去杭州见吴财神，他常年经营丝绸，他的库存肯定很多。再然后我还要去趟京师，拜会一下总理衙门。为什么呀？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下万国公法，这万国公法里说，在各国行商都是自由的。那我国出口印度的，主要就是茶叶、丝绸、药品、瓷器这么4大类。瓷器嘛，我不是很懂，其他3样我还有些门路，还是之前的那个思路。我想绕过东印度公司。你想把东西直接运到印度？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再走远一点，一直往西过印度洋，到英国人、美国人那里去卖。他们既然能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啊？来，喝一个，这有点吓人。我也喝一杯。我听说你跟祥和洋行在盐田产权上有个半年的赌约，怎么会还有功夫去整这些事儿呢？大奶奶觉得我能赢吗？不能赢吗？眼下这个局面一上来肯定是赢不了。想要生意做得大，市场就得大。我们的市场无非是南7北6 13省，除了5个产盐区，剩下的省份盐店的规模和利润基本上已经饱和了。那祥和洋行他们的利润从何而来啊？左手倒右手啊，直接卖给东印度公司。他们想让资本进到盐业，多花点钱，他们也愿意。至于东印度公司再想卖给谁，那就天晓得了。不过他们的市场那么大，这点盐他们还是吃得下的。兄弟，你一个人跟东印度公司打，你觉得可能吗？你这是以一人之力敌一国呀，志气是很大，但根本做不到。我之前出国，你也知道，也是卖给当地代理商，利润是高一点，但是我们坐着洋人的船，出国的机会不是经常有。你要在那儿建立一个自己的商业基础，恐怕10年、20年都不够。我可没10年、20年，做不到，做不到。人力有时尽。再说，在这个时代里做这样的生意，都不算经商了，那是国家和国家的较量。你是太异想天开。你进的蚕丝、茶叶，
这些货物要押多大一笔资金呢？大清国明文规定，不允许商人自由出国做生意，对吧？你这是犯王法。你还要租赁英国商船，海关能同意吗？商船会答应吗？据我所知，上海的商船基本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还有最后一件，就算你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把东西运到印度，我问你，哪儿是你的货站？哪儿是你的大本营？哪儿是你的分店？谁是掌柜？谁是伙计？你到的时候，两眼一抹黑呀！你卖给谁去啊，兄弟？可是这茶叶和蚕丝都是有时效性的，最多也就是2、3个月的经营时间吧。茶叶会老，蚕丝会旧，这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啊！夫人，你没明白？我当然明白了。他是想敲山震虎，让东印度公司把吃进去的盐田产权再原本的给吐出来。可问题是，想照方抓药，能办得到吗？这个不像一个上任的地方。我爹在做生意之前是个读书人。那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官？中国人不都是要靠官做的吗？因为他觉得做官已经没用了。因为洋洋得意的大清国已经结束了。少爷，他们来了。给大人请安。李钦，本都奉旨抄家，你可知晓啊？请大人说的再详细一些。你把盐田的地契抵押给了祥和洋行，使两江元气大伤。本都此次进京负荆请罪，圣母皇太后震怒。想你和你爹虽然是捐官出身，但毕竟是大清臣民，如若幡然悔悟，咱们还有商量；否则，可就别怪我无情了。你是不是早就想抄我家呀？自从我爹死了之后，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我们李家的家产。按照大清律，我还要把你抓捕归案。主任，李钦先生现在已经成为祥和洋行的合伙人，你们没有资格抓住他。这是我国公使给他开具的身份证明。李钦，你连祖宗都不要了吗？我没祖宗。胡闹！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什么叫没有祖宗？鬼话！我要认姓古的人做祖宗吗？
我连我爹姓李还是姓谷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他们埋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爹死了之后啊，我才发现这天底下好像就我自己个儿，您就甭费那心了。 你就不再考虑一下了？你的话说完了，走吧。投降！亲本家人，奈何做贼呀？ 这么好一家，没了。我的家早就没有了。就在我爹说假话骗我的时候，后半生我要做个不一样的人。你加入东印度公司吧，半年后，你可以执掌大清国最重要的产业。 以后可以买更好的房子。你能赢吗？我那个兄弟可是狡猾的很。狡猾没有用。我们做生意不靠狡猾，靠实力，靠大炮。你的兄弟难道比东印度公司还强大吗？ 五兄弟，哎呀，最近可净听人说你了啊！我这耳朵都快听聋了。那做生意的还天天拜财神呢，要说聋我早就聋了。走，带你看货去。嗯。五兄请进，打开吧。 咱们先看看货。这简直……怎么样？我自认为是见过上等绣品的，借了你的货，我才发现，我之前看到的都是些垃圾。这徽州的刺绣啊，自然也是不错的。 但是跟这杭州和苏州的比起来，那肯定是比不过。你再看我这些绣娘，那都是在宫里当过差的，自小除了拿筷子用手以外，其他什么用手的活都不干。为什么呢？你看我们这双手啊，只要是干过一点粗活，就没那么圆润光滑了。 我这些绣娘们自小学习刺绣，事事都得人伺候。不瞒你说，每天得用上好的蜡护手，这样才会在这些丝绸上几千针、几万针的刺绣，而不留一点痕迹，也不会把这绸面上磨起一点毛来。这可都是我们丝绸行业的大机密，你不干这个，我才敢告诉你。财神。 您真是把生意给做到家了，不像我，贪多嚼不烂。来坐，你们下去吧。
我听说江宁那边出大事了，你和祥和洋行杠上了？我听说财神和祥和洋行有生意往来。这丝绸上的生意，祥和洋行的确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理查德是个老鬼，你未必斗得过他。斗不过也得斗啊！那些洋人现在想要霸占两淮的盐业。财神，无论如何，你得助我一臂之力。哎呀，我们两家缠斗了几十年，你倒说说看，有什么好办法？要是能赢，我自然是乐享其成的。我想知道，他们东印度公司驻派在大清的，是不是只有祥和洋行一家？那自然不是。那英国的商业公司在印度的，是不是只有东印度公司？这个东印度公司只是其中的一家。不过，要是论规模的话，它的确是最大。规模我不需要太大，其实我这个办法是从《战国策》里学来的，可以帮助吴兄你扫平你的竞争对手。这话从何而来啊？我需要你库里最上等的好货。这好办，你看上什么了尽管说，要运到哪里，我租船给你运过去便是。不能用普通的船运，我想联系一下英国公司，用他们洋人的船运到印度，或者干脆直接运到英国。我还需要你陪我跑一趟上海，面见海关道的赫德大人。我要出海西行，围魏救赵。这船我怕是租不来。这船，自然有人帮我租。我知道你跟赫德大人交好，所以我怎么也得拉着你陪我一起。兄弟，你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立了军令状的，抬不得晚霞。我估计你们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晚。是吗？我没说你，你来我没有想到，但他来，应该的。我是替人受过，不来不行了。这篓子捅大了，这几天。我接到了旨意，圣母皇太后严令两江总督收回盐场。你们是怎么回事啊？惹上了东印度公司了。我替你们去说说情。这种生意不是靠人情可以做出来的。假如我是东印度公司，谁求我都没有用。你是接到了信儿，还是自己想出来的？大人已经去商量过了吧？我接到旨意后就去商量了，没有用啊。除了鸦片，中国的市场似乎是不欢迎英国的货物啊。大人，见过大人啊，你过来吧，坐这儿说话。我问你啊，你们盐业工会现在掌握了多少家盐铺啊？回大人的话，加上新开的这117家，总共是305家。你这305家，我且不算你新开投入的价钱，算你盈利最满的时候，一年有1000万两吗？啊，没有那么多吧，估算下来也就是900万辆，上下浮动也不大。关键，它这只是毛利，这就不对了。怎么就不对了？你们股东家最近阵势闹得很大，你不知道吗？您指的是股东家去安徽做茶？何止是做茶呀，丝绸、药材他都搞起来了，而且现在在外边还大张旗鼓的要运一批货去英国。我想联系一家和东印度公司有竞争关系的英国公司，联手和他们一起做茶叶、丝绸、药品等生意，让这家英国公司做我的销售，我做货主分配货物。我可以担保，我这边进的所有货物，质量是最上乘的，价格可以用最低的价进，
要是能在东印度公司覆盖的所有商业范围内，开辟出我们的一条市场，就能逼得他们来找我们谈判。对于这样的怪物，商业上的巨头，好好说服没用的，得让他们怕，得威胁到他们才行。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他进这批货，这价钱，够你们盐业工会干3年的。哪儿来的钱啊？嗯，你们晒的是盐，晒的又不是金子。回大人的话，我在外面呢也听了一耳朵，是有些好友把货都给他了，但是没收款，说是等卖了以后。哎呀，要是从山西运一批货到山东，晚点给钱我是能明白的，凭你们股东家的信用也没问题。可这是远渡重洋啊，那可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我有句话要吩咐你，大人，请吩咐。我让他跟李钦去争，可是没想到他干得这么大。大清有关造局，有总理衙门，他算老几呀？把东西往外卖。要是让他开了这个先例，大清国的王法是不是要重写呀？你们是老成之人，不要跟着他乱跑啊！好好的把盐业工会给我守住了。你知不知道东印度公司之所以那么庞大是为什么？你看看楼下，这江面上所有的商船都是他们的。请问你用什么东西把你的货物运到印度、运到英国去呢？我用的是冰船。英国的冰船？我有我的办法，我的运输成本会比他们都低。那我再问问你，这东印度公司和大清一直在做生意，他们拿到的货物，我相信在价钱上应该是非常低的。你的竞争有什么优势呢？我可以联络到安徽所有的茶叶，两江一带最好的丝绸、生丝，山西一带的药品，大黄、枸杞之类的。这些货物我进货都可以用最低的价格，可以保证足够的利润。最低的价格，你能确认吗？商人都是谋利不假，但是这一次，我不想要，我身边的朋友也不想要。大清虽然弱，但是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啊，无非就是今年我们江南的丝绸生意不做利润了，这一点我可以做保。那其他的呢？这茶叶和药材的商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吗？赫德大人，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商人。经商之道，小到谋生，大到谋国，商战一样可以包括。这算什么？这些商人难道要联合起来去打败那个家伙吗？打败不打败，现在是不知道，但至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商人不使用炮船，一样可以挣钱。幸好出来了，不然啊，就像置身地狱一样。这洋人呀，还听不惯咱们那戏呢，哐哐哐，掀那大锣太闹。哎，我问你，你这回是斗气儿啊，还是来真的？此话怎讲啊？你要是斗气儿啊，咱们就齐心协力。把这个什么东印度公司吓得收兵就完事儿了。千里出门只为财，谁也不会跟谁真过不去。但是你要是认真的，这可就危险了。这是3000年没有出过的事儿啊！我要是跟你说，我就是真的呢？
你别逗我了，不会真想这么干吧？啊？这可是大清朝，不是英吉利。你要真弄着船把这货运出去，朝廷怎么办？这大清律里可没有这一条。武兄啊，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我洗耳恭听。我觉得我们中国就是有皇帝太久。哎，可不敢瞎说啊！你这是掉脑袋的事儿。你看看这江面上的船，他们洋人是带着大炮、带着火药来保护他们国家的生意，出动了整个国家的军队来保护他们的商人，一心想要把他们的商品卖进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市场。我觉得这些商人进来，其背后的影响远远要大过一支军队的力量。经商之道，大道以谋国，得想办法和他们竞争，最好是到他们那儿去做生意，人尽其用，物尽其通。或许只有这样，才可能是我们的一条出路。读了四书五经，学会一身坦荡，翻过陈年旧账，走马经纶光阴，也走历了面庞，演过人情薄凉。我看过万里雪茫茫，也曾被谁紧握不放。只剩这一柴米油盐，中口随意尝，翻一歌声，成绩回肠，好戏正在开场。天下有道理，千军义气万两，做人应如同伴，外圆内方，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用脚步丈量。众生万象，粉墨登场，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山里有道，我担当。日出东方。流过多少血泪，只要爬得起来，纯洁当作小将，还能喘一口气，就剩记着脊梁，扛过刀剑风霜。人生在世本就长，咬紧了牙关走一趟，凭谁人说痴心妄想，众口随一张，翻一歌声，纯净回肠，好戏正在开场。天下有道理，千军义气万两，做人应如同伴，外圆内方，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用脚步丈量。千帆过尽，人间万象，尘埃落定，留下传奇一桩。山河浩渺，我担当。日出东方。